美英澳 AUKUS 三边安保联盟协议的签订，让世界再度不安。特别是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举动，影响绝对不只是法国几百亿大单被搅黄了这么简单，更是对世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据央视29号报道称，在美英澳三方 AUKUS 协定签订以后，日本和印度心有不甘，也对核潜艇动起了心思。日本首相热门候选人河野太郎和高市早苗均明确表态，日本需要拥有核潜艇来应对当下的局势，而印度也在讨论从西方国家获得核潜艇的可能性。要知道，印度有从俄罗斯租借核潜艇的悠久历史，但是俄罗斯也没有对印度提供制造核潜艇的技术，而印度趁着这次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时机，打起了向西方国家获得核潜艇技术的想法。因而两国谋求核潜艇技术的消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危险信号。印度本身就是有核国家，一旦用了核潜艇技术，印度的核能力将得到极大的加强。而日本作为工业强国，一旦让他们获得了建造核潜艇的浓缩铀技术，那他们距离制造核武器仅有一步之遥。再说，有了澳大利亚的前车之鉴，难保还有更多的国家对核技术存有野心。届时，世界将会被笼罩在和平的阴影之下。就连美国本国的媒体也对美国这种做法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 AUKUS 协议的签订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也考虑对外出售核潜艇技术，并引发俄罗斯与澳大利亚间的对抗。要知道，俄罗斯是超级核大国，他们的核力量甚至还要强于美国。一旦他们做出出售核潜艇的决定，那将比美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更加可怕。幸好目前这只是美国媒体的猜测，就是英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才导致了这一切危机的诞生。想想伊朗核问题，美国对伊朗做出了那么多制裁，派遣了那么多专家，来来回回对伊朗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调查，不就是防止伊朗进行核试验吗？现在却带头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理由还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真是脸皮比城墙还厚。贼喊捉贼的事情，美国并没有少做，但是这次美国真的是做得太过分了。核技术不是普通武器，美国作为世界第一个使用核武器进行实战的国家，对核武器的威力肯定非常了解，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这表明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已经变得丧心病狂。中国作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这时候要肩负起大国责任，在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的那一天，一定要对其进行严格监督，将一切威胁扼杀在摇篮中。作为世界5大知名航展之一的珠海航展，在9月28号这天正式开幕了。虽然每一届珠海航展都有令人意外的存在，但是这次在航展上，除了有大量国之重器被展示出来，却同样也有令人颇感意外的存在。毕竟这次航展中，新装备的比例达到了 40%， 也就是说100件装备中至少40件是首次公开露面。要知道珠海航展是2年一次举办的，虽然这次因为疫情原因推后了1年，但就咱们常年露一半藏一半的做法来看，这次航展中国展现了十分雄厚的实力。不说其他，就20家族中，除了轰20，其他一个不落的参展了。其中虽然没有20的标志，却也算是20家族一员的攻击11更是首次露面。再加上歼1 6D 10机等众多国之重器露面参展，以及首度公布的下一代多用途舰载机的模型和概念 CG 动画，可谓是实料颇多。在这种情况下，却还有一点关键十分突出，那就是看似不起眼，实则排面十足的各类先进导弹。要知道，相比2008年的航展，这次珠海航展从空地导弹、巡飞弹、制导火箭弹、地地导弹、反坦克导弹等诸多不同口径、不同制导方式的制导炮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例如，被放在 FC31战机旁边的 PL-15E， 作为首次参展的空攻导弹，虽然最大射程是145公里，但却拥有在飞行中途改变打击目标的先进能力。因为导弹采用了接连贯导卫星组合加主动雷达未制导之类的组合制导方式，具有双向数据修正能力。而自用版的 PL-15 最大射程很有可能会在150到200公里间。必须要提到的是，因为 PL-15E 长大约只有 3.99 米，弹径大于203毫米，弹重也小于210公斤，所以歼20是完全可以用得上的。如此一来，再加上 SD-10A、PL-10E 等国产外贸中短程先进空攻导弹的自用版，加上 CM401、CM103 等舰载多用途导弹系列的自用版，我国的空中打击力量实力是相当强劲。另外，兵器工业的展台中，蓝箭系列多平台模块化导弹和红箭系列反坦克导弹的实力也是相当的不容小觑。比如说蓝箭21导弹就是一种新型的穿音速空地导弹，具备超视距打击能力，而蓝箭5、蓝箭 1A 等反坦克导弹更是实现了多平台通用。当然，还有首次露面的红旗 17AE、红旗 98E、鹰击 18E、鹰击 12E、CM103 等导弹，性能更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所以在诸多国之重器中，各类先进导弹别看不起眼，但实力确实非常可观。而且其实相比空中打击力量，这次航展上陆军的火力才是更为凶猛。
除了各类反导导弹以及反坦克导弹以外，这次航展中陆战火力平台、轮式、履带式战车数量花样众多，各类型火箭炮更是火力十足。在如今这个时候，诸多新式武器的公布，不仅是在展示我国雄厚的实力，更是在发出强力威慑，警告某些国家不允许肆意妄为。美英澳之间的 AUKUS 协议可以说是一个翻版的亚洲北约组织，其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发起的一个组织。目前成员只有美英澳3国，未来有没有其他国家加入还不好说。要知道，这次英美澳3国组成的这个 AUKUS 联盟不只是说说而已，虽然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这个联盟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他们做出来的行动却让其他国家感到非常的危险。在这个协议中，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国际社会危害极大。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有核国家都向其他国家提供核武器，那么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AUKUS 很强大吗？真的很强，由美英2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加上澳大利亚这个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放在哪里实力都不容小觑。为什么明明有了美澳英日4国联盟，再搞一个 AUKUS， 有这个必要吗？在美国看来，还真有这个必要。在美国眼里，能够让他们相信的盟友只有同宗同族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国家为数不多。英国远在欧洲，而澳大利亚身处印太地区，所以美英选择了澳大利亚，建立了这个 AUKUS 联盟。加拿大也曾希望加入这个联盟，但是被美英否决了，所以未来其他国家估计也很难加入到这个联盟中来。那中国有没有能力面对这个 AUKUS 的挑战呢？答案是肯定的。AUKUS 对中国产生威胁，也是在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之后。在外媒看来，届时中国的反潜能力将有巨大的提升，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并不能对中国造成威胁。罕见的是，这个观点是来自西方的媒体发表的。德国电视台用中国可以胜出，因为可以进行了报道。这次他们力挺中国，认为中国早期的反潜技术来自俄罗斯，所以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关于反潜的基础技术。有专家表示，就算在美英的帮助下，澳大利亚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建造核潜艇，距离形成战斗力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里，中国完全可以提升自己的反潜技术。德国媒体认为，近年来中国已经建成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这足以证明中国军工的发展。所以在与 AUKUS 的对抗中，中国有能力保证自己胜出。一句话，他强任他强，我们只要专注于自身实力的发展，不受外界干扰，才能在面对 AUKUS 这个强大的对手时立于不败之地。日本要自研战斗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彻底成为战败国之前，日本还是拥有不错的航空工业的。三菱、川崎、富士、中岛等企业都具备研发航空器的能力。之前日本政府已经正式宣布过，由三菱重工开发价值400亿美元的 FX 隐身战斗机计划，但外界普遍对这个计划不看好，毕竟这样的先进战斗机计划最终还是要看美国人的脸色罢了。美国允许日本研发，且愿意提供日本一些机密技术，那么 F3 战斗机就可能问世。如果美国说一个不字，那么日本自研战斗机的计划将再次停留在图纸阶段。但显然日本学了乖，开始第二条腿走路了。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日本已经正式申请加入英国领导的名为风暴的 FCAS 6代战斗机计划。这项计划的参与者还有瑞典和意大利，但需要注意的是，另一个欧洲航空强国法国和德国、西班牙组成了另一个计划，由法国达索领衔的6代战机计划。也就是说，欧洲将会再次出现2款类似的6代战斗机，就像如今的阵风和台风。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主要装备美国制造的200架 F-15J 重型战斗机和97架 F-2 轻型战斗机，后者是 F-16的日本衍生品。日本政府还采购了142架 F-35A 和 F-35B 隐身战斗机，但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对地对海打击，而非争夺空中优势。目前航空自卫队的 F-15J 已经老旧不堪， F-2 的对空作战能力亦有不足，所以日本非常需要空中优势战斗机。日本曾屡次向美国求购 F-22， 但都被美国拒绝，直到美国宣布向以色列出售 F-22， 日本可以说终于是气到没话说了。目前对面的中
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拥有近1000架的先进战机，包括 J-15、J-15、J-10B 和 J-10C， 以及具备完全隐身能力的第5代 J-20。为抗衡 J-20， 再不引进战斗机，日本的空中优势就会被中国彻底压倒。据说三菱重工正在与诺斯鲁普格鲁曼公司和英国航空航天与工程公司 BAE 进行谈判。参与 FX 项目的其他日本工业、电子和制造巨头包括 IHI 石川岛波摩重工业公司、东芝、富士通、斯巴鲁和三菱电机。IHI 一直在测试 XF91 低寒特比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使用新的高强度轻质部件，标志着日本冶金科学的飞跃。日本称该技术将发动机的高温耐受性提高到1800摄氏度，加上加力燃烧时，它可以产生 16.5 吨的推力，但仍然略低于 F-22 猛禽战斗机上的普惠 F-119。不过外界认为，无论如何 IHI 的能力不可能比得上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所以该发动机的未来依然无法确定。而东芝和富士通公司将合力开发 GAN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 AESA 雷达，据称该雷达能够将与红外和电磁传感器融合。斯巴鲁公司则负责研发起落架，波音777的机翼和起落架就是斯巴鲁公司制造的。日本能够如愿获得第6代战斗机吗？这个答案从来不取决于日本，而在美国愿不愿意松口。